哈喽，各位加密货币探险家，我是您探索区块链世界的好伙伴 Blockchain Corgi。你知道吗？美国总统刚签了一部会改变整个币圈命运的法案，而且 Cardano 的搜寻热度几乎重现300%暴涨前的位置。再加上 ETF 审批、比特币大会、神秘技术公开，5月到底会不会是 Cardano 引爆牛市的转捩点？今天我们一次讲清楚。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废除 DeFi 加密经纪人规则法案，这不仅是首部总统签署的加密货币相关法案，更标志着美国对去中心化金融的监管态度迈入新阶段。该规则源于2024年底由拜登政府美国国税局 IRS 制定，要求 DeFi 平台和自我托管钱包开发者收集并报告用户的交易资料，包括身份资讯与交易历史。然而 DeFi 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无法像传统中介机构那样收集用户资料，导致业界普遍认为该规则在技术上难以实施，并可能扼杀创新。这项举措被认为是对创新与隐私的保护，也象征制度开始接纳 Web3 精神。数位资产执行董事 Bo Hines 强调，这项法案不仅保护创新与隐私，更象征数位资产时代的正式到来，这可能也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其他国家的监管思维，掀起新一波区块链政策的连锁反应。Cynthia Lummis 是美国国会中最币圈友善的参议员之一，同时也是加密货币圈的重要支持者，曾多次在参议院推动与数位资产相关的立法，例如负责任金融创新法案。前阵子他提出了比特币战略储备计划的具体蓝图，目标是在5年内购买100万颗比特币，这无疑是一项令人振奋的重大消息。最近他接受了知名加密媒体 CoinDesk 的专访，亲自分享他为何如此坚定推动比特币国家储备政策，以及他希望透过这项举措替下一代子孙减轻不断攀升的美国国债压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精彩访谈的片段吧。 I hope my grandchildren will say, my grandmother helped eliminate the national debt. That's it.That's it. I think the debt is such a burden that I'm placing my generation, the baby boomers, are putting on your generation and my grandchildren, then I'm embarrassed by it. And if I can help put in place a mechanism to help retire that debt so my daughter and my grandsons are not constrained by it, I'll feel that all these years that I've spent in the wilderness in government have not been for naught, but they've been for good. And that's why I'm so excited about a strategic Bitcoin reserve. 在近期的一场访谈中 Charles Hoskinson 提到了他正在推动的一个全新计划 Midnight， 他将这个项目形容为自己人生与区块链事业的一次重来，不只是开启新篇章，更是一场在吸取打造 Cardano 经验后的全面进化。 Midnight 是建立在 Cardano 生态系中的一条 Layer 1 区块链，最大特色是原生支援隐私保护运算，这项能力在现今的公链世界中仍极为罕见。 Charles 强调，这次的设计从一开始就纳入了完整的治理架构、现代化开发工具，并支援多种开发语言，目标是让开发者与用户从第一天就能参与社群共治，不再重蹈过去先做再补的覆辙。但最令人惊艳的还不止于此， Charles 进一步透露，他也在打造一个极具前瞻性与实验性的应用，名为Quantum Husky， 这不只是 GameFi， 而是融合多项近乎科幻元素的超未来概念，利用4维空间作为建筑场景，让玩家不仅能上下左右移动，还能探索人类直觉无法理解的额外空间维度。采用 AI 模拟文明演化，让游戏世界中的角色自主发展宗教、经济与文化，玩家甚至可以透过脑波挖矿来参与生态建构，连接脑机装置，用冥
想贡献算力。更突破的是，他们计划引入 DishBrain 技术，使用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神经元来操控游戏角色。这不只是一款游戏，更是一场挑战人工智慧、现实与意识边界的实验。此外，这款游戏的经济模型也十分特别，玩家在建造或消耗资源时，系统会实际购买 meme coin， 如 Husky、Snake 等，并将这些代币嵌入游戏中的生物体内。换句话说，当你与他们互动或击败他们时，就真的能获得这些加密货币，实现创新的 Play to Earn 模型。Charles 将这个项目比喻为区块链界的《阿凡达》，一场技术与感官体验的双重突破。他表示，他希望带给使用者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让 Cardano 不仅是一套金融基础设施，更成为推动人类数位文明进化的平台。根据 Google Trends 数据，全球对 Cardano 的搜寻热度近期几乎重现了2024年11月 A 代暴涨前的高峰。对照来看，当时搜寻指数达到19，随后引爆了一波超过300%的价格飙升。而这波热度的回升，正好遇上 Cardano 生态多重利好消息同步释出，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5月份。首先是监管环境的明显松绑，包括美国总统已签署废除 DeFi 加密经纪人规则的法案，后续还可能推进稳定币相关立法，为去中心化金融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其次 ，Cardano 创办人 Charles Hoskinson 也透露，将在5月的比特币大会中展示一项重磅技术 BitVMX， 这将使 Cardano 成为 Bitcoin DeFi 的 Layer 2应用层，试图把全球市值近1.6兆美元的比特币流动性引导进入 Cardano 生态系，意义非凡。此外，还有一项相对较少被讨论但潜在影响巨大的消息 ，Cardano 现货 ETF 目前正等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审批，先前已被延至5月29日作出裁定。值得注意的是，现任 SEC 主席 Paul Atkins 是业界公认的区块链友好派，这让市场对 ETF 的通过充满期待。一旦批准，将为 Cardano 打开传统资金的入场通道，为整体生态注入庞大流动性。当然，5月29日并不一定是最终的裁定日。根据 SEC 的规定，19B-4 申请的审查期最长可达240天，因此最终决定可能会延至10月。综合以上利多消息，这是否意味着 Cardano 将引领下一波市场行情，值得每位投资者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发展。如果你也嗅到这波市场的火药味，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们将持续为你追踪 Cardano 的每一步动向。我是 Blockchain Corgi，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